汉王安石，王安石。大家好，我是胖胖。前不久我评测了汉王旗下的手写电子书《汉王安石》，有很多小伙伴表示10:3英寸的屏幕有点大，虽然薄，但拿起来还是有点不方便。有没有小一点？今儿它来了，而且这一次我是第一时间便拿到了它。本视频主要从外观和体验两部分进行详细测试，结尾会告诉大家它到底值不值得入。作为汉王安石的 mini 版，汉王 N10 mini 相比汉王安石整整小了一大圈，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猩猩和猴子站在了一起。看到这儿，你一定会发现一个 bug， 汉王 N10 mini 的口播咋变成了10而不是10？这是汉王官方给到的统一口播名称。我大概揣测一下汉王的脑回路，是因为怕连着堵成汉王安石。N10的10本来对应的是尺寸，而此次 N10 mini 的尺寸是 7.8 英寸，这便与10对应不上了。如果叫 N7 又感觉有些怪，因此便分开来读了。你们觉得我猜的对吗？汉王 N10 mini 的 7.8 英寸墨水屏依旧是一块清晰通透的大白屏，依旧配备了一支自研电磁笔，也依旧不支持手指触控。之前我们提到汉王这样做的原因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传统触控墨水屏会牺牲屏幕文字的清晰度，二是触控屏会对写字有所干扰。有过怕误触悬着手写字经历的小伙伴可以屏幕上扣个1。没有手指触控刚上手时确实有些不方便，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手机和平板的触控操作，绝大多数手写笔只是辅助工具，而汉王则将手写笔作为主力输入工具。至于利弊，大家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权衡。对了，手写笔每次用完记得挂在电子书右侧，要把这对 CP 绑得死死的，否则你懂的。相比友商，我最喜欢 N10 mini 有两点，其一就是它的大白屏，受益于减屏层，有一种文字跃然纸上的感觉，清晰通透。另一个点来自手写笔，它的使用逻辑非常像小时候笔背带着橡皮的铅笔，笔尖书写反过来就是橡皮，触感和体验非常接近真实笔纸。橡皮模块还包含范围擦除和全部擦除等快速方法，误擦除之后可以撤销。屏幕左侧依旧包含9个实体按键，依旧可以根据个人使用习惯自定义，在主页、阅读以及笔记等模式下，也依旧存在着差异。除了方便作为电子阅读器使用，N10 mini 实体键的优势在于辅助手写笔的触控操作，让整机日常操作更顺畅一些。毕竟墨水屏除手写外的操作延时还是很高的。此外，实体按键也会让机器变得更宽，这也是 N10 mini 相比相同尺寸墨水屏产品略宽的原因。N10 mini 裸机重为240克，要比 N10 裸机轻很多。这次再也不会有人吵它太大了吧？这个重量和尺寸，女士手包也能够轻松装下。你说的是这个吗？ N10 mini 背面采用金属材质，质感依旧在线。相比 N10 N10 mini 在硬件上最大的升级是增加了内置扬声器和麦克风，分别为机身底部左侧的开口以及屏幕下方的2个小点，可以语音转文字，也可以听书。音质只能说还行，听书完全够了。想要更好的音质，可以连接蓝牙耳机。有一天晚上，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装的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N10 mini 主屏幕的模块化布局与 N10 保持一致，点击顶部状态栏可弹出下拉菜单，包含系统设置、连接 WiFi 蓝牙、投屏、截屏、提笔忘字以及调节音量等功能，但位置由整体下拉变成了右上角，更偏向目前市面上一些平板电脑的 UI 设计逻辑。提笔忘字依旧贴心好用。身处21世纪，如果你没遇到过提笔忘字，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社会人儿。在之后介绍的笔记等功能的顶部栏，提笔忘字都会出现。顶部壁纸栏进入后，依旧可以自定义壁纸、锁屏画面和关机画面。接下来我们来重点说说核心功能书写。汉王 N10 mini 针对的核心人群依旧是学生、白领，主要书写分类也包含2种，笔记和便签。二者在主要功能上不能说不一样，只能说毫无区别。唯一的区别可能是便签无法设置封面，笔刷增加了6种，多了一个马克笔模式。个人偏好依旧没变，建议使用钢笔或者书法钢笔笔刷，配合4096级压感依旧 YYDS。书写延时完全感受不到，这与操作延时形成了鲜明对比。屏幕表面依旧采用磨砂处理，配合电磁笔带来真实笔张的摩擦触感。谦虚地说，还原程度在墨水屏产品中绝对能排进前3。笔记与便签之所以分开设计，个人觉得是为了方便用户查找，写完之后依旧支持 OCR 识别转换为文字。这里要说一下，无线 OCR 不收费，这还是很良心的。
对了，其实 N10 mini 在最下方还拥有文本记事功能，需要键盘输入，但鉴于触控的延时，个人建议非必要不使用该功能。如果使用，请外接蓝牙键盘。A10 mini 依旧支持 PDF 的修改批注，方便阅读，还能够进行 OCR 识别，分屏笔记还能实现边看边记。和 N10 相比，A10 mini 还增加了重力感应功能，主要应用于电子书阅读等场景。同时 A10 mini 还从方正购买了14款字体，用户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定义笔记封面等内容。电子书阅读包含预装无需下载的千余本畅销书，开机即读，还有安装好的汉王书库、当当云阅读、微信读书等应用。同时，汉王 A10 mini 依旧包含参考消息以及今日头条等资源，方便获取国内外新闻。汉王 A10 mini 还提供了丰富的 App 下载，同时还支持自己下载 APK 文件安装。不过由于触控延迟等问题，个人建议还是使用官方提供的 App， 其实数量已经足够了，包括微博、微信等常见软件。汉王 A10 mini 依旧支持百度网盘、WiFi 传输以及微信传输等功能，提供给用户各种获取内容的渠道。此外，汉王 A10 mini 还支持电子邮件、中英词典、歌曲播放以及语音记录等功能，功能上基本与 N10 保持一致。我们还可以在系统设置中设置皮套解锁，日常使用更加方便。开合套时，蓝牙 WiFi 也会自动断开，以节省电量。续航方面，由于是墨水屏，汉王 A10 mini 依旧足够持久。具体时间没测，但充一次电1-2天内重度使用肯定是没问题的。存储配置方面，我拿到的是 2G 加 32G 版本，还有4加 64G 版本可以选择，存笔记和电子书足够了。作为 N10 的缩小版， N10 mini 在软件功能上几乎与 N10 保持一致。如果忽略尺寸，那么整体的阅读书写体验几乎保持不变。硬件核心改变就是屏幕缩小了，并增加了单独的麦克风和扬声器，同时增加了重力感应，方便横向阅读。而14种方正字体的加入和第6种笔刷的加入，也进一步丰富了书写阅读体验。不过 N10 mini 依旧存在着墨水屏的核心问题，即除手写外的触控延迟很高。但综合来看，汉王 A10 mini 还是推荐购买的，前提是你是刚需用户，购买前请想好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它。比如学生上课记笔记、经常开会的白领，上下班途中它又可以充当一个 Kindle。总之，作为手机、PC、平板之后的新办公品类，墨水屏产品有着其特定人群。虽然群体有限，但反过来也说明了这一品类在现阶段以及未来都有着可观的市场空间。好了，今儿就聊这么多。喜欢本视频的，别忘了一键3连、订阅、关注哦。最后抛出一个梗，你知道我整个视频说了多少遍依旧吗？欢迎留言。